男人将稻草搓成麻绳，绑扎在摩托车的轮胎上，做成防滑链，为他们回家的路上增加了一份安全感。这位男人是贵州人，为了省下1000块的路费，参加摩托车大军返乡的路程，全程1350公里，跨越4省才能回到老家。在外漂泊1年的农民工，只有家里的温馨和父母的关心，是他们精神的一种寄托。途中要经历风雨兼程，风餐露宿，归心似箭的离子回家成为他们最大的动力。在没有智能手机和导航的年代，只能靠着一张中国地图为他们指明方向。为了明确路线，必须将要经过的地方记录下来。为了防止走错路，路途中还要经常问路。在大年30的晚上，一大家人整整齐齐坐在一起举杯庆祝的时候，1年到头的奔波劳碌便有了意义。2011年，贵州的汪正年在广东绍兴做起了水泥工，那时的工资1个月还没到2000块。虽然那时已经有了电话购票的功能，但很多人都因为抢不到票而留在外地过年。为了摆脱这一困境，直接买了一辆新的摩托车。2夫妻坐长途大巴回一趟家就要1000多块，骑摩托车回家只需要300块就能回到家，1年来回就能省下1000多块钱，还不用买票等车，带好护具整理行李就可以出发回家。这次行程还有他的哥哥汪大军和嫂子，为了记录自己的行程，车头和帽子都佩戴了摄像头。一大早上他们才真正的出发，为了安全必须检查车子的性能。妻子在出租房里拿好行李走了出来，咬上一口馒头就直接开车出发。刚出了巷子就遇到他们约定同行的老乡，一句回家让所有人内心充满了对家里的怀念。10万摩托车大军回家的路上浩浩荡荡，异乡的锦衣玉食让我们无所留恋。回家的粗茶淡饭在新年里格外香甜，每个人的嘴角里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走出省道后，10万大军就开始分道扬镳，毕竟每个人回家的路径都有所不同。在路途中会看到很多摩托车停下来靠边休息整理，同时会有警车为他们保驾护航。汪正年为了记录回家的路程，佩戴了摄像头，因为有了摄像头才能看到当年的回忆。来到加油站，直接把油箱加满。加满。这一句豪横的加满表达了他的内心回家4件。加满油后继续上路，路途中因为妻子的帽子出现的问题，只好下车进行整理。而他的妻子已经怀孕了3个月，经过国道后还要收取2块钱的路费。汪正年因为没有零钱，直接给了100块。工作人员为了避免找100元大钞，直接免了2块钱，同时还告诫他们要安全驾驶。在平整的路段，他们开到了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。在行驶的过程中，发现自己妻子有松手的迹象，连忙停下车安慰妻子不要睡着了。整理过后继续开车出发。那时候小车也没有几个人能买得起。很快他们出了广东，来到了广西。每跑50-60公里后就要停下来休息，休息过后继续出发。毕竟长达1个小时的坐姿也是非常累的。到了晚上，他们要停下来休息，长时间用眼力让他们眼睛都非常酸痛。晚上的行程更加的困难且危险，前方的路牌指引他们的方向。为了安全，他们还是决定在附近寻找旅店居住。还好旅店中还有房间，房间住1晚上就要50块。他们5个人进行合租，一个人只需要10块。当时一辆摩托车就要5-6千块钱，相当于他们半年的工资。还问老板娘摩托车放到这里安不安全，不见了是不是他们负责。老板娘对农民工也是非常热情照顾。客人走后，他们把自己的摩托车推到饭店里，他们5个人就开始走回房间。就在这里将就待了1晚上，睡觉之前还要拿出本本整理好自己行走的路线。一大早天还没亮，又开始出发了。出发之前必须穿好厚厚的棉衣，以免冻伤。天蒙蒙亮，他们只好打开大灯继续前行。虽然身体感受到寒风刺骨，但心里却充满了回家的激情。很快他们来到了桂林，路上经常遇到未知名的危险。一条狗突然间闯出马路，车子还没有刹车直接撞了过去，狗狗直接被撞飞出去。毕竟这样的速度不能刹车，一刹车整辆车都会翻车。来到加油站加满油继续出发。此时天空已经下起了毛毛雨，为了防止被雨水打湿裤子和鞋子，只能穿上塑料袋子。下雨天车子也不能开得太快，毕竟雨水会让地面减少摩擦力。来到未知名的路段，会停下车进行问路，加上路牌的指引，他们很快就会辨别出正确的方向。很快来到了城镇，由于长时间的驾驶，让他们一不留心就可能摔倒。汪正年看到自己老乡摔倒，也下车帮忙，结伴同行，为他们的安全提供了保障，同时也可以互相照顾。1350公里的路程，有太多的未知数。行走了1-2个小时后，又停下车在路边取暖。等身体暖和过后，5个人继续结伴同行。行走了没多久，车子被东西扎胎了，只能来到附近的修理店进行修理，重新换了个内胎。晚上行程也是非常危险，经常会有大货车开启远光灯。汪大军的车子点火出现了问题，只能停下车自行修理，最终还是因为点不着火，只能用绳子拖着走。因为太晚了，只好找旅店住下来。
明天再做打算。汪正年的妻子因为怀孕，再加上坐车的疲劳，连饭也不想吃。一大早，他们又开始出发。汪正年直接开启他的车载音箱。这首歌是当年很火的一首歌，让人回忆满满。后面的道路越来越崎岖，越快到家天气就会越来越冷，途中也会有石头拦路。走出了广西，来到了湖南，来到了附近饭店犒劳自己。几个人围着饭店的烤炉取暖。汪正年接到了母亲的来电，问他们到了哪里。当时的电话费非常贵，1分钟就要5毛钱。他们5个人点了一小盘羊肉，吃饱喝足后继续赶路。路途中还看到了民宅起火，看了几分钟后，他们继续赶路。毕竟这样的事情，他们也力不从心。因为寒冷，山上已经结起了冰霜，湖南的山路会越来越崎岖。因为下雪，前方的道路已经被冰雪挡住了，只能绕一个大圈行走。路面的积雪会让道路更加湿滑，在下坡中，他们只好推着车子行走。为了减少体力，只好骑车子缓慢的行走。妻子只能在后面帮忙辅助。离家越来越近，而路却越来越难走。晚上的路更加难走。时间已经来到第4天，他们继续赶路。寒冷的天气让车子的挡风玻璃也结冰了。汪正年此时又接到了母亲的关怀的电话。寒冷的天气让手毫无自主地抖动起来，向家里报了平安后，互相整理身上的冰霜。每走一段时间，都要将头盔上的冰霜敲下来。在路上又问起了路，10千离这里也很远。从他们问路就知道他们已经到达了贵州。为了填饱肚子，他们来到最近的面馆，吃了一碗5块钱的米线。他们最关心的是道路是否有结冰。道路的危险指示牌预示着前方的路道并不好走，因为天气太冷了。走了1个小时后，他们又停下车取暖。由于温度太低，身体僵硬，反应的速度也变慢。停下车取暖是最明智的选择。路途中还遇到了自己的老乡，停下车来取暖问候。休整过后继续出发，来到了高海拔处。由于地面结冰，自己的兄弟也滑倒了。汪正年为了刹住车子，只能缓慢地踩住脚刹，但由于路面太滑了，又直接摔倒了。好在并没有大碍。前方的2辆车是因为刹车的原因而摔倒，只能逐步车子扶起来进行修整。头盔上的冰霜已经挡住了视线，只能敲下来。整理过后继续赶路，在老乡的草堆里抓了一把稻草，这些稻草是用来做轮胎的防滑链条。为了防止道路结冰，还有专门人员撒盐卸冰。他们利用稻草编辑成草绳，编辑好的草绳绑在轮胎上，增加了轮胎和地面之间的摩擦力。做好防滑链后，继续出发回家。在这满是结冰的道路里，他们只能以最低的速度前行。为了安全，妻子只能下车行走。他们同甘共苦，一同前行，互相照顾。很快就走出了结冰的道路，车速也开到了60码，来到了10千，离家就没有几公里了。1年的时间，这里的变化也非常大。在城镇上买了一点年货，买完年货后，沿着熟悉的道路回家。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是看他1年未见的女儿。妻子用毛巾为女儿洗了一把脸，还把小手也洗干净了。父母为子女准备着丰盛的晚餐，能安全到家是他们一大家人最幸福的事情。养了1年的猪也开始杀了过年。为了控住几百斤重的肥猪，有几个壮汉进行操控，1年到头的奔波劳碌，最后能一大家人整整齐齐的坐在一起吃个年饭，是最开心最幸福的事情。在外折腾的1年便有了意义。快到评论区里说出你今年的愿望吧。